为了让夫君安心做官，我选择了留在乡下老宅照顾病重的婆母，这一留便是10年。顾却1年回家省1次亲，却从不碰我。他说他不在身边，若我有了身孕，无人照顾，他会心疼。每次离别，他都痛骂自己没出息，并指天发誓，等混出名堂便接我进京。第11年冬，大雪封路，顾却来信说的晚回几日。我正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婆母，却无意中听到婆母和嫂子的对话。娘，你都装病10余年了，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婆母叹气道：那能咋办？全儿心里只有她那个义妹，俩人背着家里把亲都结了，如今儿女都不小了，要是不拖着晴儿让她闹去上京，全儿那上书的位置还能坐得稳吗？罢了，继续瞒着吧。全儿说了，等她根基再稳固一些，定会好好弥补晴儿的。我顿时红了眼眶，原来顾却不是没出息，相反，他早已做了户部尚书。他也不是舍不得碰我，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枕边人。我心灰意冷，寻到军营，找到那个爱慕我许久的小兵。你现在还愿意娶我吗？小兵喜出望外地点头，他颤抖着手发誓：秦姑娘，我保证会对你好的，但请你给我1个月，我今夜就要出征。这次我定立个大功，风风光光的娶你。我按下他的手，我从不求风光，只求安稳，保护好自己，平安归来就是。目送小兵出征后，我回了家。本该寂静的屋子，此刻却点着灯。我以为是婆母在等我，边关院门边责备道：娘，这么晚了，你该早点休息。话音未落，屋门被拉开，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烛光而立，熟悉的声音夹杂着风雪钻进耳朵：晴儿，我回来了。1年不见，顾却又沉稳了不少，大概是做了高官的原因，语气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张开双臂，等着我像从前一样扑进他的怀里，述说思念之情。可我没有，我放下贝斯，平静道：夫君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几个小菜。顾却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尴尬地收回双臂，故作轻松道：怎么了？1年没见都不想我，还是说在生我的气呢？在得知真相之前，我是真想他的，也是有些恼他的。毕竟没有哪个女子愿意跟夫君分开那么久那么远。可明白一切以后，什么都不奢望了，倒也想通了。与其大吵大闹，倒不如好聚好散，安安静静地离开。夫君去陪娘多说说话吧，我做好饭叫你。我不再跟他多言，转身去了厨房。谁知顾却竟追了过来，他将我拉进怀里，试探地问：晴儿，你到底怎么了？可是听到了些什么风言风语？我不动声色地推开他，平静地笑道：穷乡僻壤，1年难得见几个外人，能听到什么？夫君莫要多虑。顾却暗中松了口气，他只当我是在闹小性子，再一次强硬地将我按进怀里。晴儿，这次回来我是想接你们进京的，只是我有个难处，需提前跟你说说。我心口一紧，顿时明白了他要说什么。10多年了，他终于是熬不住了。顾却将我带回了屋，让我诧异的是，里头不只有婆母，还有一个穿金戴银的妇人和一双跟顾却眉眼很像的孩子。婆母心虚地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我，反倒是那妇人大方地走上前，对我伸出了手。你就是白婉琴吧？我叫周云英，是顾却的义妹，也是他的妻子。他见我没回应，又将孩子往前推了一把。这是我和顾郎的一双儿女，快叫白姨娘。顾却见我面色冷淡，赶忙制止了周云英，愧疚地拉着我道：晴儿，你听我解释，那年我进京赶考，遇到了山匪劫财，要不是英颖相救，我恐怕就没命了。我原本只是想认她做义妹，只是后来才知她也是孤儿，无处可去，我才想给她一个家。说到底也是为了报恩，你若是心里难受，打我骂我都行，只要将来到了上京，你们能好好相处就是。顾却抓着我的手就要往自己脸上打，我抽回了手，不气不恼地笑道：进京是好事，没什么难受的。娘这么多年身子一直不见好，说不准去了上京就能痊愈了。顾却喜出望外，激动不已。真的，晴儿你这是不怪我了。晴儿，那你赶紧收拾东西，咱们后日启程，还能赶回上京过除夕。我点了点头，娘的东西不多，收拾起来很快，我再把路上要吃的药包好，你们后日一早便可以出发。顾却背脊一僵，很快听懂了我的话，他皱眉问：晴儿，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夫君，咱们这一去大概不会再回来了，我得把田地和宅子处理了，不然空置着也得给官府纳税，不划算。夫君先带大家回京过节，等安顿好这边，开了春我就去跟你们团聚。顾却神情稍缓，他知道这田地和宅子对我有多重要。刚嫁进来时，顾家什么都没有，住的还是租来的漏风破屋，是我拼了命的做工，一边供他念书科考，一边攒钱买下了这个屋子和2块田地，才让一家人不再为生计发愁，也让顾却有了安心读书的地方。大概是想到旧事，顾却眼底多了一份心疼。晴儿，如今我已是户部尚书，不缺银钱，大不了就把田宅送给穷苦人得了，省得你费心费力。总归是我一手一脚挣的，我舍不得。夫君放心吧，我处置好便去找你，绝不耽搁。
顾却有一瞬间的不忍和犹豫。周云英将他的情绪尽收眼底，不悦地扯了扯他的袖子。夫君别心软，御史台可盯着你呢。要是留他在这里，御史台查过来，他说漏了嘴，你这官还做不做了？我不傻，一下听懂了周云英的话。原来顾却并非如我所想是良心发现，而是有人察觉了他曾有个糟糠之妻。这事要是被查实，御史台定会好好参他一本。当今皇帝是个专情之人，最痛恨的就是抛弃妻子之辈。顾却要想戴稳乌纱帽，最重要的就是哄好我，不让我乱说话。想到这些，说不心酸是假的。我嫁给顾却13年，说一句掏心掏肺也不为过。顾却是个书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婆母年纪大了也是帮不上忙。他那哥哥更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全家靠我一个人撑着。可我从无一句抱怨，不仅照顾婆母，还攒钱给他哥哥娶了媳妇，过上了安稳日子。本以为这样做能够换来顾却一生的坚定不渝，可终究还是我高估了自己。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自古薄情是书生。我强忍着眼底的酸涩，不让眼泪流出来，而后强壮镇定道：夫君原是担心这个，我可以写个保证书，无论谁问，我都咬死说是顾家的养女，是夫君的妹妹，可好？顾却母子和周云英全都露出惊愕的神色。好半晌，顾却才半信半疑道：晴儿，你当真愿意为了我这般委屈自己？我笑着点点头，为了夫君，我做什么都可以，但以防万一，夫君得立刻毁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婚书，你我的婚书。我们穷乡僻壤成亲，没那么多规矩，写个婚书，喝个合衰酒就算成了，压根不用去官府留备。所以只要毁了婚书，我便不再是顾却的妻子了，只需等着那小兵回来，我就可以出嫁了。本以为这是顾却求之不得的，却不知为何他竟犹豫了。晴儿，你曾说过，我们的婚书是你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年，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若是连唯一真实的东西都毁了，该有多难过？要不，婚书还是先留着吧。原来我所有的付出，他都看在了眼里，也都还记得。可就算如此，他仍旧10年如一日的将我扔在这里，心安理得的跟别人生儿育女。既然他将我的真心视如草芥，我又何必再执着于那一纸婚书呢？但我知道，以他的警惕心，他不会轻易放我另嫁。于是我只能编造了一个理由：夫君，你知道的，那婚书我看得比你更重，可为了你的前程，我不得不忍痛割爱。等到了上京，你娶我过门，再补偿我一份不就行了？婆母也点头附和。妻儿说得对，你如今的地位最怕留把柄，毁了吧。妻儿如此为你着想，你将来好好补偿他就是。顾却虽还有担忧，却也知道我说的有理。他掏出婚书，点燃之前最后叮嘱了一句：晴儿，这次瞒着你是我不好，但你要相信我，我将来定会对你好的。你等我，我一定会准备最好的聘礼，重新娶你一回。顾却的模样竟让人觉得真诚至极，可我不想信了，我只当是自己的错觉。我亲手点燃了2份婚书，烈火将这场荒唐的姻缘烧成灰烬，也烧掉了我10多年来的执念。我突然有些期待，自由后的自己能活得多自在。顾却陪着周云英和儿女回屋休息后，婆母叫住了我，她卸下了伪装，竟屈膝跪倒在我面前。晴儿，是娘不好，娘瞒了你那么久，你一定很恨娘吧？婆母已是满头白发，看着她老泪纵横，我当真于心不忍。我将她拉了起来，平静道：娘，我知道你也是太爱儿子了，晴儿不怪你。虽说你的重病是装的，但你的身体却是小病小痛不断，等去了上京，也得好好听大夫的话。晴儿啊，你怎么那么善良呢？离了你，还有谁会对娘这么好啊？你放心，将来不管雀儿待你怎样，娘都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绝不让人欺负了你。我知道婆母的无奈，所以我从未怪过她，可我也不打算再信她了。她毕竟是个母亲，话说得再好听，心也永远都是偏的。若是有朝一日要她在顾却和我之间选一个，我相信她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顾却。我平静道：娘，没关系，顾却娶谁，谁便是你的半个女儿，你不必觉得亏欠于我。刚退出婆母的屋子，周云英却在院子里拦住了我。白娘子顾郎说的话，你不必当真。我其实并没有救过他。原本我以为视如亲母的婆母和深爱多年的夫君的双重欺骗已经是最大的打击了，没曾想他们竟还有事瞒着我。周云英压根不是顾却的救命恩人，相反是顾却对她一眼钟情，以结拜为由接近她，破坏了她原本的婚事，将她娶进了门，说她是救命恩人，只是顾却的权宜之计。他知道我心善，向来有恩必报，所以才提前跟婆母通了气，想出了这么一个借口，逼我妥协，要我认命。周云英见我失神，以为自己的挑拨生效了，得意道：所以他说什么风风光光迎娶你都是假的，等你去了上京也只是做妾。哦对了，还有婆母说什么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你信吗？你觉得跟他的亲儿子亲孙儿比起来，你赢得了吗？我压下眼底的湿润，强作镇定问：
你告诉我这些是想要我识趣点离开，对吗？顾郎确实重情，你为顾家付出那么多，若是真让你离开，他定会怪我，也会自毁一辈子。我不忍心。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到了上京好好做妾，别肖想更多的名分，更别肖想子嗣。顾郎答应过我，这一生只会跟我生孩子，所以他才从不碰你。若是到时候你动了什么歪心思，莫怪我对你不客气。但若你安安分分，那吃穿用度我绝不会苛待你一分。我没心思再跟他纠缠，敷衍地应了下来。离别之日，我将他们一家送到了村口。我取下头顶唯一值点钱的玉簪，放在了周云英掌心。婆母当先不乐意了，晴儿，这是娘给你的，你好好收着。我摇了摇头，又将玉簪插在了周云英头上。这簪子是婆母的传家宝，村里人都知道是留给顾家儿媳妇的。若是我还留着，真让人查起来，倒是更加说不清。还是给周妹妹放心些。周云英挡住了婆母，柔声道：娘，秦姐姐说的是，等将来重聚，我再还给她就是了。婆母虽不情不愿，但听我俩说的在理，只能叹着气，低声对我道：晴儿，你放心，娘给你的东西只会属于你，在娘心里，唯有你是我顾家的儿媳妇儿。等你来了上京，娘定给你要回来。我点了点头，转头指向顾雀腰间的香囊。夫养兄，这香囊是我祖母临终前给我绣的，是她唯一留下的遗物，你能还给我吗？顾雀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晴儿，你这突然改口，我怪不习惯的。没人的时候，你还是换我夫君吧。该谨慎些的，可不能让人拿了把柄。顾雀说不动我，叹气道：罢了，等我重新娶了你，再改回来吧。这个香囊还是我留着吧，毕竟也是你的心意，是咱俩的定情信物。我真是搞不懂，从前的他最是嫌弃香囊，说男子佩戴香囊让人笑话。如今我想成全他多年前的心愿，不知他为何又不肯了。兄长，马上就是除夕了，我一个人也怪孤独的，留着香囊也是想有个念想。你若是喜欢，等我到了上京再给你如何？顾却不情不愿地解下香囊，将香囊和一沓银票递给了我。临行时，他又折返回来，在宽大的袖子遮掩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乖乖在家等我，开了春我亲自来接你。到时候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跟你坦白。我没有追问，点头道：好。目送他们离开后，我转身回了家，从柜子顶上取下早已收拾好的包袱，将顾雀给的银票放在桌上后，头也不回地往北而去。那里有我要嫁的人，我要在顾雀来接我的之前，把自己嫁出去。到那时，我便不需要再跟他纠缠，也不用再这般委屈自己了。寒冬路难行，我盘缠不多，舍不得雇车，便走走停停。没钱了，留在城里做做工，挣了钱再赶路。眼看着就要开春，我也离边关越来越近了。那日，我正在饭馆擦桌子，东家激动地跑进来：婉琴，边关军胜了，等收缴了降兵，不日便要返回边关，你很快就能见到你未婚夫了。东家把这几天的工钱结给了我，还多给了我一份赏钱道：你未婚夫是咱大印的英雄，这个就当我给你们的份子钱了，赶紧雇个车去边城见他吧。我谢过了东家，雇车赶到了边城。边关军还未回来，我便将身上所剩不多的银钱塞给了程寿大人。我未婚夫叫薛清，等他到了，烦请告诉他，我在城东第二家租了房子等他。原来你是薛清的未婚妻呀，钱就不必了，日后姑娘替我多美言几句就是。我一头雾水，薛清一个不起眼的小兵，跟他美言有什么用？怕是这程守认错了人吧？不过能省点钱，倒是也不错。等待的日子，其实我是忐忑的。薛清跟我虽是同乡，也确确实实爱慕了我许多年，但我始终嫁过人，我不确定他答应娶我是真心还是一时兴起。不过想着想着，我就想通了，若是他当真反悔，大不了我就一个人过，我有手有脚，总归是饿不死的。想透彻了，心里也舒坦了。我开始着手缝制嫁衣，用得上最好，用不上也当是取悦自己了。毕竟我嫁给顾雀时，连嫁衣都不曾穿过。那时顾家太穷了，家徒四壁，莫说嫁衣，就连河靴酒都是管隔壁邻居借的。后来我挣了钱，第一件事便是还了邻居家2大坛子酒。那天邻居二婶拉着我几度哽咽：晴儿，你这么好的姑娘，为何非要待在顾家呢？多苦啊！你看看你，生得俊，又吃得苦，就算嫁个员外郎，也不是高攀，又何必守着顾雀这个只会念书的书呆子，错磨度日？那会儿我喜欢顾雀，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便觉得二婶这话说的有些唐突。我还反驳了她，坚定道：二婶，这是你们对夫君的偏见，但我相信他，等他好起来，定不会负我。二婶说不过我，只能反复说我傻。如今我才明白，二婶才是那个看得通透的人。偷偷离开村子那天，我其实险些撞到了顾雀的嫂子，是二婶眼尖拖住了她，然后让二叔给我递话，让我快点走。她嘱咐我道：晴儿，
我早就觉得顾家配不上你了。去吧，活得自由一点，别再为了他们一家困住自己了。你嫂子那边，婶儿会帮你打发掉，保证短时间之内不让顾家人发现你不见了。我不知道二婶用了什么办法拖住嫂子，但她应该成功了，因为这1个来月确实没人找过我。可这人啊，就是说不得。第3日，我家门口突然停了一辆马车，我以为是薛青回来了，兴冲冲地冲出去，却对上一张熟悉的脸。顾却鬓角微乱，满面风霜，声音嘶哑道：“青儿，你真让我好找。”顾却翻身下马，几步跨到我面前，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白婉清，你不是答应过我，为何又要私自离家，跑到这千里之外的边城？我精心准备了半个月，亲自跑去青山村接你，可家里却人去楼空。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挣不开他，索性不再浪费力气，平静而冷淡道：“顾大人何必为我费神？咱俩婚书已毁，我已非顾家人，去到哪里是生是死，早都跟顾大人无关了。”顾却被我凉薄的态度刺痛，怒火更盛。婉琴，我知道你心里不快，但也不该这般任性。你明明已经答应了我，要进京一起过日子，怎能突然食言？成亲之时，顾大人不也答应过我，一生不负，永不二娶吗？你不是也食言了吗？这一来一去，全当扯平了。顾大人，咱们就此两清吧。顾却见我神色坚定，突然红了眼，他一把将我拉近，几乎脸贴脸道：“我们10几年的夫妻情分，岂是说两清就两清的？晴儿，我知道你委屈，我跟你道歉行吗？等回去，我定让你做平妻，绝不会让你低莺莺一头，好不好？”我忍不住嗤笑一声，顾却以为我是瞧不上平妻这个名分。晴儿，我不是不想给你平妻之位，实在是莺莺对我有救命之恩啊！救命之恩？我轻轻打断顾却，嘲讽道：“事到如今，你还要用救命之恩骗我吗？”顾却，你的道歉还真是一点不用心呢。顾却浑身一僵，眼神瞬间慌乱起来。晴儿，你这话什么意思？周莺莺早就告诉我了，根本没有什么山匪，更没有什么救命之恩，是你对他一见钟情，强取豪夺，坏了他原本的姻缘。说什么报恩，不过是你为自己的负心薄幸找的借口罢了。顾却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却因为窘迫，一个字也没吐出来。我不想再浪费时间，准备送客。他才回过神来，无力地辩解道：“晴儿，你听我解释，莺莺她这人嫉妒心强，她这么说是故意挑拨离间的。你也知道，没有哪个女子会愿意跟别人共侍一夫。这个道理你也明白，所以才10年不归家，让我独守空房，甚至让你的母亲装病10年，将我困在乡下，对吗？顾却，既然你那么心疼她，就不要再苦苦纠缠我，省得伤了我，又伤了她。”我用力抽回自己的手，后退一步，拉开了与他的距离，决绝道：“过去的白婉晴已经死了，死在了知道真相的那一天。现在的我，与你顾却，与你们顾家，再无半点关系。念着过去的情分，我也不会多说半句对你不利的话。我只求你赶紧离开，我未婚夫马上就要随军凯旋，我不想让他误会。”顾却背脊一僵，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难以置信的惊怒。未婚夫？什么未婚夫？姓甚名谁？一个无名小兵罢了，说了顾大人也不认识。快些离开吧。晴儿，你疯了吗？放着我一个尚书不嫁，要嫁个卑贱的无名军户，莫说他朝不保夕，就那点军俸，你怕是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你也老大不小了，莫非还想过从前那种苦日子？苦日子算什么？我若是怕过苦日子，当初便不会嫁给你。顾大人，请莫要再诋毁我未婚夫了。他虽不如你荣华加身，待我却一片赤诚，不似你这般喜新厌旧。顾却一时语塞，半晌才重新整理好了思绪。晴儿，你真的误会我了，我并非喜新厌旧。这些年我虽娶了莺莺，但心里一直是有你的。大概是觉得口说无凭，顾却自己中断了话语。罢了，等你跟我回去，我再慢慢用行动证明吧。我没明白顾却的意思，不过他下一句话便为我解了疑。边关军主帅秦猛将军与我有些旧交，我这就去找他，请他出面劝说你那个未婚夫。只要他识趣，我可以给他重新介绍个姑娘，聘礼我也可以一并出了。我一向脾气好，这回难得怒了一次，呵斥道：“顾却，你疯了！”他虽没明说，但我听懂了，他这是想利用职权给薛青施压。薛青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有能力对抗一部尚书？我索性抢了顾却的佩剑，横在了脖子上，威胁道：“顾却，你若敢找他，我立马死给你看。我的命是不值钱，但你堂堂户部尚书，若是落个逼死良民的口舌，想来也不好过吧？”在顾却的心里，我一向温婉惜命，所以他从没想过我会以死相逼。他也有些慌了神，不敢乱动。晴儿，你先放下剑，咱们有话好说。我却铁了心道：“没什么好说的，不想让我死，那就立刻立下字据。若是我和我未婚夫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都视为你的责任。”顾却在官场摸爬滚打那么多年，怎会轻易留下这种
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但他却仍旧不动声色道：“行，我写。但你看我来的匆忙，什么也没带，你总得给我找纸笔来啊。”我确实没想那么多，转身想进屋给他拿纸笔，谁知这个混蛋竟背后偷袭，夺走了我手中的佩剑，随后命令随从道：“看好他，我这就去见秦将军。”我被随从捂了嘴，想骂人都骂不出来，正手足无措，一个粗犷而爽朗的声音自院外响起：“顾尚书怎么在这里？刚听你说要找我，可是有什么大事？”这个声音很陌生，我并不认得，只听顾阙恭敬道：“秦将军，可真是巧了，晚辈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请秦将军帮忙找一个人。”原来这人就是边关军主帅秦猛。秦猛哈哈笑道：“找人啊，小事。顾尚书可否等我先把手头的大事忙完再说？”“不打紧，将军先去忙。”可秦猛却跃下了马，指着我家的大门笑道：“我也正好在这儿办事。”见顾阙一脸不解，秦猛解释道：“我来提亲的。”顾阙猛地一愣，下意识地挡住了大门。他小心翼翼地道：“秦将军跟夫人感情一向要好，儿女也都大了，这不合适吧？”秦猛闻言哈哈大笑：“顾尚书误会了，不是我提亲，我是替我那个受伤动不了的义子提亲。”别说顾阙，我也傻了眼，我甚至有些怀疑秦猛是走错了地方。秦猛一时不知该如何说清，便越过顾阙进了院子。随从怕惹麻烦，下意识地松开了我。秦猛武将出身，一向大大咧咧，并没发现异常，只盯着我问：“你可是白婉琴？”我呆呆地点点头。秦猛这才抚掌道：“那就对了，我义子就是薛清，你的未婚夫。”我脑子里一团乱麻，薛清不就是个小兵吗？怎会成了秦猛的义子？我挠着头：“大将军，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未婚夫是叫薛清，但他不可能是大将军你的义子啊，会不会是重名了？”“我这个义子祖籍青山村，左眼眼角有颗痣，跟你未婚夫能对上吗？算了算了，这样吧，我让人把他抬过来，你亲自认认。”我赶紧阻止了秦猛：“大将军，不用了，您说的特征确实跟我未婚夫一模一样，不必确认了。您不是说他受伤了吗？别折腾他了，我自己过去看他。”我着急忙慌地往外走，却被一直没吭声的顾阙抓住。他将我挡在身后，胡编乱造道：“秦将军，有件事咱们得对一对。秦儿是我养妹，我从未听过她跟家里说起和薛清的事，这恐怕是他俩私定终身，做不得数的。”说完，顾阙低声威胁我道：“别胡说八道，薛清如今是大将军的义子，若是让大将军知晓你是二嫁妇，你不仅嫁不过去，还会连累薛清名声扫地。”我还真让他给唬住了。是啊，这么多年薛清好不容易找到了靠山，若是因为我失势，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我正想着应对之策，秦猛却皱眉道：“可是顾尚书，你们同不同意已经没用了。你应该也听说了，薛清那小子这回不要命的冲锋陷阵，重创了左贤王部，取回了左贤王的首级，立了头功。陛下的封赏他都没要，就用军功求了跟白姑娘的赐婚。你们家要是反对，便是抗旨不遵了。”我愣了许久，我从没想过薛清竟会为了我这般拼命，更没想过他会用赫赫军功为我换一纸婚书。那一刻，我的患得患失彻底烟消云散，我止不住热泪上涌，但这一次却是喜悦，是感动。顾阙却是如遭雷劈，面色铁青，不敢相信的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秦猛满脸疑惑，皱眉问：“顾尚书，这不是好事吗？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顾阙这才回过神来，为了自己的前程和仕途，他只能强颜欢笑：“高兴，我高兴。”秦猛这次一并带来了赐婚圣旨，顾阙再是不愿，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加上话已经说出去了，他不得不以养兄的身份将我接去了上京备嫁。整个顾府喜气洋溢，周云英更是替我忙前忙后，恨不得赶紧把我送出去。唯独顾阙和婆母日日板着个脸，一点也笑不出来。薛清稍微转好后，又亲自上门提了一回亲。我笑他不嫌麻烦，他说这样才显得重视。他还当着顾阙母子的面道：“请义父代为提亲，实属无奈。我就怕我昏迷太久，你会被人抢走。”顾阙闻言，脸又黑了一圈。待薛清离开后，婆母罕见地训斥了顾阙一顿。彼时我暗里去给婆母敬茶，却听屋内传来杯子碎裂的声音，而后是婆母的呜咽声：“我早都说了，晴儿是好姑娘，你不要自有人抢着要，你非不听。这下好了，我的好儿媳马上要成别家的了。”顾阙声音嘶哑，却仍旧嘴硬道：“娘，你说的什么话？英英不也是你儿媳吗？”“她算什么儿媳啊？我病了，她有看过一眼，问过一句吗？还有你爷爷办公到深夜，她可有陪过你一次，给你煮过一次夜宵？雀儿，你自己想想，以前在乡下，你通宵读书，是谁衣不解带的守着你？是谁生怕你饿着一点？莫说晴儿，为娘都觉得你这是忘恩负义呀！”大概是婆母的话刺痛了顾阙，拳头砸在柱子上的沉闷声猛地传来。娘说的我何尝不知道，可现在还能怎么办？晴儿和薛清是陛下赐婚，我就算有心抢，也抢不动了。娘，
将就过吧。英英再怎么样，也给顾家留了后，咱俩都忍忍吧。我不想给自己找事，正准备悄悄退走，却听身后传来脚步声，还没反应过来，周云英已经越过我，气愤地闯进了屋子。她骂骂咧咧道：“顾雀，什么叫将就？你们母子俩现在知道白婉晴的好，便把我视为将就之物了是吧？我告诉你们，晚了，等白婉晴嫁出去，这家里还是我说了算。”见顾雀想反驳，周云英直接堵住了他的嘴：“别跟我说什么你是一家之主，你抛弃糟糠之妻的把柄在我手里，想一辈子相安无事，就乖乖给我当牛做马。”说完，他又转向欲言又止的婆母：“还有你，老不死的，当初是你出主意，自告奋勇要帮忙拖住白婉晴，如今把人弄丢了，又来后悔什么劲儿？这就是你的报应。你不想你儿子出事，就给我憋着，别动不动拿孝子给我立规矩。”我偷偷看着顾家母子憋屈的模样，心里再没半点同情。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恶人自有恶人磨吧。想来他们的下半辈子都不会好过，也算是报应不爽吧。我转身离开，未曾惊动屋内三人。3天后，我终于离开了顾府，风风光光地嫁入了皇帝赏给薛青的宅院。薛青把所有的赏钱都拿出来置办成了聘礼，手头并不宽裕，所以婚仪不算奢华，但该有的却是一样不少。对此，薛青很愧疚，可我已经很满足了。至少这一次不像嫁给顾雀时那样，连件嫁衣都没有。成亲第2年，我随薛青去了边关驻守，慢慢与顾家断了往来，只是偶尔从市井传闻中听得一二，说是顾府并不安宁，顾家母子被周云英拿捏得死死的。他说往东，整个府里没人敢往西，而顾雀也日渐憔悴，做事不再像从前那般细致。犯了几次错误后，他在朝中屡遭弹劾，虽未伤筋动骨，却再难进一步，仕途算是到了头。婆母从装病变成了真病，余生缠绵病榻，甚是凄凉。听到这些消息，我心底已再无波澜，仍旧低着头，安静地给薛青做着新鞋子。他练兵刻苦，1个月要穿坏7、8双鞋，着实让人心疼。正风的认真，一双手抚上我的肩膀，薛青无奈地责备道：“晴儿，大夫说你怀的是龙凤胎，最是辛苦，别再为我操心了。”我笑着握住他的手：“我是你的妻子，我不操心，谁还会为你操心？”